超级英雄们除了自身的超能力之外，当然也需要强力道具的加持，例如雷神的锤子、美队的盾牌等等。那你知道漫威宇宙中最强的神器都是哪些吗？在我查阅大量资料后，整理出了以下一份榜单。10. 黑色漩涡。这件神器并不像其他装备一样能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是更偏向一种辅助装备。它是由天神组的神之手在120亿年前所创造的物品，主要作用就是能让人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身体潜能全部激发后的终极状态，而且只要对着镜子说“我服从黑暗漩涡”，就能瞬间激发自己的全部潜能，直接成为镜中所呈现的终极状态。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个画面。嗨，我是江家辉，点一下，晚一年，装备不花1分钱。虽然黑色漩涡能帮助人一键满级，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一个人使用黑色漩涡获得力量后，也会随之受到诅咒，他的种族之间会发生内斗，直至只剩下最后一人。9. 深红宝石。此宝石源自于多元宇宙之外的深红宇宙大 BOSS 赛托拉克。在原著中，8大魔神汇聚一堂，想要证明谁是最强大的，于是每位魔神都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各自力量的魔法神器，而第一个接触到这些神器的人类就会成为该魔神的代表。赛托拉克所创造的物品便是深红宝石。之后，查尔斯·泽维尔和凯因·马克在韩国战争爆发时期意外闯入了森林中的神殿，凯因看到了祭坛上的深红宝石，并触碰到了它，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为了红坦克，也就是 X 教授的宿敌。那至于红坦克这个角色，已经在 X 战警系列中有过登场。关于红坦克的具体能力，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感兴趣或不了解的小伙伴，烦请自行搜索查阅。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红坦克所获得的能力还是被限制过后的。万一赛托拉克完全解除深红宝石的限制，怕是让那些 X 战警叠一块都不够红坦克打的。8. 全黑死剑。在电影《雷神4》中已经有过登场，是一把屠神剑。不过电影中的黑死剑和屠神者格尔都是被削弱过的版本，真正的黑死剑是由共生体始祖纳尔所打造。这把剑不仅是奥丁、宙斯这类神明的克星，更是能直接斩杀天神组成员。随着杀敌数量的增加，这把剑也会越来越强，并能大大强化持剑人的战力。缺点就是会被黑死剑给慢慢腐蚀心智，直到彻底被吞噬。漫画中的屠神者格尔手握此剑，斩杀了无数的神灵，以至于最终多个雷神联手也无法击败他。7. 宇宙控制棒。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一根法棍，但它其中却蕴含着宇宙级的能量，可以让整个宇宙重新排列布局，甚至是从分子层面进行物质改造。在量子手袋的加持下，它所释放的能量足以硬刚行星吞噬者宇宙大爆炸量级的能量爆炸。它曾经的拥有者是泯灭虫族的虫王，后落入神奇四侠手中。6. 阿瓦隆的邪恶之眼。这件神器可以说是漫威最尴尬的物品之一，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马桶抽子，一经问世就遭到了读者们的集体吐槽。虽然外形不咋地，但它的功能却不容小觑，它能扭曲分解物质层面的所有东西，所有物质形式的攻击在它面前都将化为泡影。它甚至还能扭曲时间，也就是说，使用者可以凭借这件物品进行时间旅行，或者将整个时空给扭曲。但还是忍不住想问问，作者在创作这件物品时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是在厕所堵了之后突然来的灵感？5. 无限手套。无限手套无论是在漫画中还是在电影中都有过亮相，想必观众朋友们对它也已经非常熟悉。关于手套的设定，漫画与电影并无太大差别，都是要集齐无限宝石才能真正发挥全部力量。漫画与电影的区别主要是在于手套所能释放出来的力量，电影中的手套所能影响的仅仅是宇宙中的普通生命，对于更高维度的物种则是没有一点办法。然而在漫画中，无限手套甚至可以影响到永恒、无限等这类创始神。4. 终极抹除者。这件神器最早登场在神奇四侠系列漫画中，该神器的厉害之处在于只要使用者的意志足够强大，就可以抹除所有宇宙的任意目标。当时行星吞噬者想要吞噬地球，于是观察者挖图指引霹雳火成功拿到了终极抹除者。随后神奇先生里德理查兹拿着终极抹除者，直接将不可一世的吞星给吓跑。终极抹除者这件神器后续还在其他漫画作品中多次登场，但都着墨不多，可威力还是依旧逆天，例如瞬间抹除一整支宇宙舰队等。极高的上限也让这件物品成为漫威宇宙最强神器之一。3. 宇宙立方。注意，这个宇宙立方和漫威电影中的宇宙立方并不是同一件物品，虽然造型非常像，但实际作用却是天差地别。漫画中的宇宙立方能力异常强大，有了宇宙立方之后，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任意修改现实，一念之间创造或毁灭一个星球都不在话下。除了修改现实之外，宇宙立方还能操纵他人的心智。在最初的故事中，宇宙立方是由超越者和分子人一起组合而成，但在如今的故事里，这条设定已经渐渐被漫威所抛弃。2. 宇宙之心。这件物品是由漫威官方以及大众
众群体所公认的第一神器，它超越了物理和思维，能够主宰一切意识和灵魂。宇宙之心最早是被一个叫天神教团的组织给发现，那耀眼的光芒也让人发觉这绝非平常之物。于是天神教团发明了一种装置，成功将宇宙之心的部分力量转移给了一位叫做阿赫内顿的法老。阿赫内顿在获得这股力量之后，也完全丧失了理智，一股脑灭杀了宇宙中的各路神明，只剩下灭霸和仅存的几位角色。他们一起联手对抗阿赫内顿。他们来到了天神教团存放宇宙之心的地点，在与守卫战斗的过程中，灭霸趁机获得了整个宇宙之心，随即便利用宇宙之心的力量扭转了一切。但他的心智也受到了影响，想要消灭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因此宇宙中所有的超级英雄和神明都一起联手阻止灭霸。然而无敌的灭霸还是成功达成了目的。可很快灭霸也发现了自己疯狂的行为，觉得现在的宇宙已经毫无意义，于是灭霸摧毁了宇宙之心，瞬间整个宇宙又重新恢复如初。现实控制器由至高神明 OAA 打造，最初打造此神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宇宙的稳定。通过现实控制器能控制漫威宇宙内的一切，它被存放在一个高度隐秘的地方，并且自身还有着保护机制，任何接触它的生灵都会消亡，所以它理应是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所使用的。但偏偏出现了灭霸这个例外。在漫画《灭霸无限纷争》中，灭霸受未来自己的指引，成功找到了现实控制器的藏匿地点。随后灭霸也尝试去拿控制器，显然他也受到了保护机制的影响，身体正在不断的消亡。最终灭霸成功拿到了现实控制器，自己也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于是灭霸立即用它恢复了自己的身体。在之后，灭霸凭借此神器接连消灭了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神明，最后来到了生命法庭和 OAA 的面前，而灭霸竟然也将他俩给吸收。现实控制器恐怖如斯，如今的灭霸已经成为了所有多元宇宙的第一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最后的最后，终极形态下的灭霸引爆了自己，无限的能量从他体内倾泻而出，整个宇宙也就此重启。另外，关于这件神器还有着不小的争议，具体缘由就是这部漫画是作者吉姆斯达林与漫威闹翻后所创作的，所以后续漫威官方并没有承认这部作品的正统性，因而很多人常常会将这部作品排除在外。但其实在我看来，既然它曾经出现过，就应该也在盘点的范围内。